今天我们要聊聊潜伏在厨房里的3大杀人油，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前不久，有位40岁出头的上班族，在例行体检时被发现3条冠状动脉中有2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堵塞。这位先生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年纪也不算大，怎么血管就塞住了呢？医生仔细询问他的生活习惯，结果发现问题就出在饮食上。他每天早餐爱吃酥脆的油条配豆浆，午餐常来一份香喷喷的炸鸡排，晚上加班回家饿了，还要泡包方便面当夜宵。长年累月下来，他的血管被这些高油食品堵得满满的。像这样因为吃错油而早早引发心血管疾病的案例，在心脏科医生眼中并不少见。有心脏科权威感叹，现代人的心血管疾病有许多都是吃出来的。许多心血管专家都在泣血呼吁，一定要马上停止食用这3种油。为什么吃1小勺油就可能让血管堵上一大截？第一种杀人油甚至在你家超市里天天都有促销活动。我们每天炒菜做饭都离不开油脂，油看似平常不起眼，但正因为它无处不在，其潜伏的危险也往往被我们忽视。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3种看不见的健康杀手，以及它们是如何一点点堵塞我们的血管的。首先登场的第一种杀人油，你可能经常在各种零食和加工食品的配料表上见到它，它就是棕榈油。棕榈油是一种从油棕榈果实中提炼出的植物油，由于成本低廉，供应充足，又不易变质，食品工业特别喜欢用它。走进超市，你会发现许多饼干、蛋糕、泡面的包装上都藏着棕榈油的身影，甚至有些廉价大桶装的植物油，其主要成分就是棕榈油，在卖场里大打促销。然而，棕榈油虽然来自植物，对我们的心血管却极其不友善。为什么说棕榈油危险？原因在于棕榈油里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而饱和脂肪正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元凶之一。有医学研究显示，若将每天饮食中 10% 的热量从饱和脂肪改由不饱和脂肪提供，心脏病发作的风险约可降低将近1/3。反之，如果长期摄入大量饱和脂肪，坏胆固醇水平升高，心血管疾病风险也会节节攀升。营养学上，人们常将脂肪分为2类，一类是对健康有益的好脂肪，另一类是对健康有害的坏脂肪。好脂肪通常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例如橄榄油或鱼油，能提高血液中有益的高密度胆固醇，有助清除血管垃圾。相反，坏脂肪富含饱和脂肪酸，会升高血液中有害的低密度胆固醇，让动脉硬化的斑块更容易形成。棕榈油正是一种高度饱和的坏脂肪。还有一个常见误区是，把油脂简单的分为植物的就是好的，动物的就是坏的。实际上，油好不好，不在于来源是植物还是动物，而在于其中的脂肪酸种类。例如，棕榈油虽属植物油，但因为高度饱和，所以对健康不利。相反，深海鱼油和坚果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有益。因此，选油时不要只看它来自哪里，更要看它含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是，另一种近年颇受关注的植物油是椰子油，其饱和脂肪含量甚至比猪油还高。一些商家曾宣称椰子油有各种保健功效，但心血管专家们并不认同。椰子油吃多了一样会让血液中的坏胆固醇飙升。2018年，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直言椰子油是纯毒药，警告公众不要被商业炒作误导。可见，别以为只要是天然植物油就绝对健康，油好不好，要看其中的脂肪酸种类和比例。棕榈油在常温下就容易凝固，这种性质意味着它的分子结构笔直而紧密，就像一根根小木桩般稳定。当我们把它吃进身体里，这些木桩仿佛就插进了血管壁，久而久之，血液里多余的胆固醇和脂肪沉积在动脉内壁，形成粘稠的斑块。想象一下，那些肉眼看不见的脂肪斑块就像在血管内壁上抹了一层油脂，日积月累，动脉管腔被越堵越窄，血流也越来越困难。当斑块严重堵塞血管超过一半直径时，你可能还浑然不觉症状，但某天一旦斑块突然破裂，血液中的凝血物质蜂拥而上形成血栓，就可能瞬间完全堵死血管。这就是心肌梗塞
或中风发作的机制。棕榈油对血管健康的负面影响早已引起医学界关注。研究发现，长期高饱和脂肪饮食人群的动脉硬化风险显著升高。在一些以棕榈油为主要食用油的地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明显偏高。更可怕的是，棕榈油广泛存在于各种加工零食中，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就吃下了大量棕榈油。例如，一包普通油炸方便面含有的总脂肪约20克，其中饱和脂肪就占了一半左右，相当于一天饱和脂肪建议上限的3-4成。如果再加上几块饼干、几片洋芋片，不知不觉一天的坏油摄入量就严重超标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饱和脂肪的摄取控制在总热量的1成以内，但在现代高油饮食下，很多人远远超过这个比例。棕榈油正是让我们悄悄超标的隐形推手。在食品标签上，棕榈油有时不会直接标明，可能隐藏在植物油这样的笼统字眼之下。购买零食时，消费者可以留意配料表中是否出现棕榈油或棕榈仁油等字样，尤其是饼干、派饼、起酥糕点、咖啡伴侣、速食面、调味包等加工食品，往往都含有棕榈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看懂食品成分标示，就不怕坏油偷偷躲在里面。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种杀人油，更是许多人难以割舍的美味灵魂，就是猪油。老一辈人对猪油情有独钟，比如猪油拌饭、猪油炒青菜，那股诱人的香气，光是想一想都让人口水直流。不少长辈还常说，以前的人天天吃猪油，也没见谁被油给吃死。难道猪油真的是冤枉的吗？事实恰恰相反，猪油的香味背后潜藏着对血管的巨大威胁。可能有人要反驳，法国人爱吃鹅肝、奶酪这些高胆固醇、高脂肪的食物，不也活得很好吗？这就是著名的法国悖论，一度让人怀疑饱和脂肪是否真有那么坏。然而，深入研究显示，法国人在饮食上虽然油腻，但他们摄入的不饱和脂肪，例如橄榄油，比例较高，且常喝红酒，摄取大量蔬菜水果，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可能抵消了部分饱和脂肪的不良影响。因此，并不是饱和脂肪无害，而是整体饮食模式不同所致。我们普通人若是学着只挑坏的学，恐怕就没有悖论可言，只剩下一身肥肉和一堆健康问题了。反观日本等长寿国家的传统饮食，用油量相对较少，又以鱼类、大豆等低脂食材为主，总体饮食中饱和脂肪比例远低于欧美肉食国家。这被认为是日本人的冠心病发病率长期处于全球最低之列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控制坏油的摄入，选择好油，对于维持心血管健康是何等重要。首先，猪油和棕榈油一样，含有极高比例的饱和脂肪。猪油在室温下是雪白的固体，正因为其中的饱和脂肪酸分子整齐堆叠在一起，温度稍低就凝结成块。这些饱和脂肪进入人体后，同样会导致坏胆固醇上升，为动脉硬化埋下隐患。其次，猪油属于动物性油脂，含有大量胆固醇。我们吃棕榈油时，虽然会促使体内合成胆固醇，但棕榈油本身不含胆固醇，而一瓢猪油下肚，等于直接把胆固醇送进血管。长期摄取高胆固醇的饮食，血液中的胆固醇浓度自然节节攀升，多余的胆固醇就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有种形象的说法叫猪油吃一匙，血管贴一层膜。虽然这讲的有些夸张，但长期大量食用猪油的确会让你的血管内壁变得油腻腻、滑溜溜。一开始，这层油垢还薄如蝉翼，或许察觉不到明显症状。可是等到年过中年，新陈代谢减慢，这些年累积的脂肪斑块就会变得像锅底积碳一样厚重，让血流大受阻碍。许多爱吃肥肉、适用猪油烹调的中年人，体检时发现血液中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胆固醇都超标，这正是血管向他们发出的警报。另外，近年来某些饮食法，例如生酮饮食，鼓吹多摄取猪油等动物油脂，认为可以减重甚至改善健康。但营养专家提醒，这类高油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并非人人适合，短期或许能减轻体重，但长期下来仍可能因大量饱和脂肪的摄入而提高心血管疾病风险。
因此，一般人还是应该遵循均衡饮食的原则，不要偏信偏激的饮食潮流。说完了上述2位明枪易躲的油中杀手，最后登场的第3种更是暗箭难防。这种油不是从天然动植物中直接提取，而是靠人工加工制造，往往隐身在食品中不容易被察觉。它就是氢化植物油，也就是俗称的人工反式脂肪。如果说棕榈油含猪油是传统饮食里的高油分、肥油，一吃就容易让人发胖，那么氢化油更像是一个狡猾的化学骗子。它刚问世时头顶着健康替代品的光环，实际上却成了近代饮食史上的一大健康杀手。故事还要从100多年前讲起。19世纪末，化学家发明了一种工艺，可以将氢气通入植物油，让液态的油变成半固态的脂肪。这种氢化处理能让原本清澈的油变得像猪油一样白而稠，便于储存，风味上也接近牛油或奶油。一开始，氢化植物油被当成廉价替代牛油和猪油的理想选择。20世纪初，食品工业化浪潮袭来，人造奶油、植物起酥油等氢化油制品大量上市，各地的面包厂、糕点厂、饼干厂都乐于采用这种廉价又好用的脂肪原料。一时间，植物奶油还被冠上健康之名，因为它没有动物胆固醇，又不含猪油那样高比例的饱和脂肪，看起来仿佛更适合讲究养生的人。许多家庭主妇当时信了广告宣传，用人造奶油取代黄油抹面包，用植物起酥油代替猪油制作点心。然而，这场看似美好的饮食革命背后却埋下了一颗计时炸弹。直到上世纪80年代，科学界才逐渐认清反式脂肪的真面目。可以说，反式脂肪让整整几代人都蒙受了无形的健康损失。科学家们渐渐发现，氢化植物油中含有大量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是氢化过程的副产物，看不见摸不着，却对人体健康危害巨大。它的分子构型特殊，吃进身体后会严重干扰脂质代谢。具体来说，它不仅和饱和脂肪一样会提高坏胆固醇，还会降低好胆固醇。坏胆固醇节节升高的同时，好胆固醇却无法及时清除血管垃圾。双管齐下，反式脂肪对心血管的破坏比天然的饱和脂肪更甚。不仅如此，反式脂肪还可能诱发发炎反应，干扰身体对血糖的代谢，因此被认为会提高第2型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顺带一提，自然食物中也存在极微量的反式脂肪，例如牛羊肉和乳制品里就含有一种叫共2亚油酸的天然反式脂肪，但这类天然反式脂肪含量很低，对人体影响与工业氢化油不可同日而语，一般不需过度担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食品加工时额外添加的人造反式脂肪。在上世纪后半叶，随着心脏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之一，大量医学研究证实了反式脂肪摄入与冠心病、高血脂密切相关。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心脏病发病率居高不下。调查后发现，居民饮食中的人造奶油、氢化油摄入量极高，从面包、饼干、薯条到咖啡、奶精、奶茶伴侣，反式脂肪四处藏身，防不胜防。所幸在铁证面前，近20年来，全球各国开始对反式脂肪宣战。一些西方国家在21世纪初就推出了食品中反式脂肪的标示和限量规定，不少大型连锁餐饮也纷纷停止使用含反式脂肪的油炸用油。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更呼吁全球在5年内，也就是2023年之前，全面禁用工业生产的反式脂肪，预计每年可挽救超过50万条宝贵生命。值得庆幸的是，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地区近年也响应世卫的号召，推动禁用反式脂肪。台湾自2018年起全面禁止食品业者使用部分氢化油，新加坡、加拿大等国也已立法杜绝工业反式脂肪。在这场全球行动中，反式脂肪正逐步从人们的食物中退出历史舞台。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已颁布法规，禁止食品中添加工业氢化油，但在有些管制较松的地方，反式脂肪依然可能暗藏于各种包装食品中。比如配料表中若是出现部分氢化的字样，就意味着里头含有反式脂肪。
消费者稍不留神就可能把这种隐形杀手带回家。因此，心血管专家们反复提醒，我们平时在外购买零食点心时，一定要当个有耐心的成分表侦探，留意反式脂肪的蛛丝马迹。总而言之，棕榈油、猪油和氢化植物油这3种杀人油各有不同的危险之处，但殊途同归，它们都会令血管逐渐堵塞、生锈，最终引发可怕的心血管事件。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提到的3种杀人油分别是棕榈油、猪油和氢化植物油。它们或是因为含有太多饱和脂肪，或是因为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导致人体的坏胆固醇上升，血管受损，长期食用就会埋下心血管疾病的地雷。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在日常饮食中就能更清楚地判断哪些油该少碰甚至不碰。此外，富含 Omega-3 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脏也有益处，例如亚麻籽油、紫苏籽油等，可以适量摄取，但要注意低温使用，因为这类油受热容易氧化。在饮食均衡的前提下，一般成年人每天的烹调油用量控制在2到3汤匙左右，就足以满足营养需求而不会过量。事实上，有名的地中海饮食之所以被视为健康典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橄榄油。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研究显示它能降低坏胆固醇，提升好胆固醇，因而被认为是地中海地区心血管疾病发病率较低的原因之一。而深海鱼油中的 Omega-3 脂肪酸 EPA 和 DHA 则有助于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并具备抗发炎作用，对心脏健康非常有益。所以我们并不是要妖魔化所有油脂，而是要学会分辨好坏。只要吃对了油，油脂也能成为健康的助力，而不是负担。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千万别长期反复使用同一锅油，油脂在高温下会逐渐氧化变质，甚至产生微量的反式脂肪含有毒的氧化产物。如果炸油条、炸鸡的油不勤换，就会变成俗称的千滚油，颜色发黑，气味刺鼻，对健康非常不利。无论在家煎炸还是外出吃油炸物，都要格外留心油质新鲜，避免摄入这种变质的油。也许有人担心，传统中国菜很多都讲究热油爆香，不用猪油菜会不会不好吃？其实现在市面上有许多高耐热性的健康植物油可供选择，比如花生油、米糠油、葵花籽油等，都能提供足够高的温度来爆炒，同时风味也不错。至于真的想留住一点猪油的香味，我建议可以采用点到为止的策略，在起锅前最后淋上1小匙猪油调味，而整个烹调过程还是以植物油为主，这样既能享受到猪油特有的香气，又大大降低了摄入的饱和脂肪，可谓一举两得。那么下次当你面对香喷喷的炸鸡、酥脆的薯片和奶油蛋糕时，你是否会想起自己的血管正在悄悄流泪，提醒你适可而止呢？要知道，血管长期堵塞不处理，最终可能导致心肌梗塞或中风等致命事件。一旦病情严重到必须治疗，医生只能在堵塞处放入支架，甚至为病患施行绕道手术来重建血流。这些治疗不仅费用高昂，风险不低，还会给患者带来许多恢复期的痛苦。与其等到那一步，不如现在就开始管住嘴，远离那些让血管生锈堵塞的危险油脂。看完上述内容，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心血管专家们要苦口婆心，几乎以气血的姿态来警告我们远离这3种油了。现代人的餐桌上充斥着各种诱惑，但每一次贪嘴其实都是在透支健康。我们不必谈油色变，只需要擦亮眼睛，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学会聪明选油，健康用油，我们就能保护好自己的血管，用长长久久的健康岁月去享受美味的人生。